根据日本防卫省2023年财务报告显示，在接下来几年内呢，日本将打造一艘超级驱逐舰。如今该舰的渲染图已经曝光了，它的作战水平究竟如何呢？在现代海战的今天，日本又为何要研发这种超级巨舰？今天让大兵带各位详细了解一下日本这款现代版大和号。大和级战列舰想必各位都不陌生。该舰呢以强大的火力和优渥的居住条件而闻名于世。如今呢，日本正在计划建造新一代的大和旅馆。在去年的8月31号，日本防卫省公布了2023年度的概算要求草案，规模是再创新高，达到了5.59万亿日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目前被称为一款2万吨的驱逐舰。如今该舰呢渲染图已经被爆出，这种巨舰全长为210米，宽40米，堪称是驱逐舰领域的战列舰了。要知道，美国的提康德罗加级巡洋舰全长也不过172.8米，满载不足1万吨。在各国目前现役水面舰艇当中，这也只有俄罗斯的上古神兽彼得大帝号核动力巡洋舰才能勉强是胜日本一头。而且由于该舰自动化程度很高，因此仅需要110名官兵，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居住舱。与现代战舰多数舰员集中住宿，即便是空间巨大的航空母舰，也尽量把空间让给舰载设备的理念是有些不同。日本的这型2万吨级驱逐舰在这一点上呢，也确实有些和大和旅馆的味道。如此庞大体量的驱逐舰，让不少人以为日本应该是打算走武库舰的道路，为其搭载大量的导弹，拥有强大的攻击力。但事实呢，却并非如此。日本防卫省表示，这2艘巨舰的主要任务就是防空和反导。相较于武库舰，该舰更像是一款海基防空预警雷达站。毕竟就目前为止，对日本而言，其最紧要的就是防空反导方面。就地理位置而言，日本与其潜在对手的距离都非常接近。为此呢，陆基宙斯盾系统曾作为日本的重点发展目标。日本认为该系统可以依靠陆基能源系统供电，相控阵雷达可以由此持续工作。此外呢，陆基系统也不需要战舰上分类诸多的部门，并且对人员需求量较低，甚至能够通过官兵租房方式进一步降低补助成本，更无需和海军舰艇那样考虑海上任务成本。此前，日本打算在秋田县和山口县都部署陆基宙斯盾，但是由于该系统呢需要部署特大功率的雷达以及大量的电子设备，而被当地居民所嫌弃。而且日本也表示暂时无法解决标准3导弹在发射后助推器可能落在人口稠密地区的问题。因此，部署陆基宙斯盾这件事儿呢，遭到了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最终，日本在经过一系列讨论后，找到了一个替代方案，那就是直接将陆基宙斯盾安装在新的驱逐舰上。而这种操作呢，也有安东尼奥 BMD 舰珠玉在前。在2015年前后，英格尔斯造船厂公布了以圣安东尼奥级登陆舰为基础设计的弹道导弹防御舰的模型。该级舰舰长209米，宽32米，最大排水量27000吨，最大航速20节以上，还有96个垂直发射单元。更为关键的是，圣安东尼奥级弹道导弹防御舰搭载的那可是10.67米的 AMDRS 有源相控阵雷达。英格尔斯造船厂曾经表态，10.67米的 AMDRS 探测能力要比 SPY-1强了2。同时，该舰还配备了3部 X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因此，日本的反导巨舰思路很可能是受了美国的启发。而日本计划给陆基宙斯盾系统所使用的 ANSPY-7是美国最新的弹道导弹预警雷达。ANSPY-7 雷达采用了数字阵列技术，目前还在研发中。美国计划在2023年在夏威夷完成单面阵的初步部署。当然，外贸版的肯定和自家用的不一样。日本采购的 ANSPY-7 雷达的四面只有2640个 SAS， 而美国版的 ANSPY-7 一个单面阵就有3480个 SAS。当然，即便是个减配版，但依旧是不能掩盖它在最大探测距离、高度、识别弹道导弹轨迹、抗饱和攻击等方面的强大。
不过有问题的就是，由于 AN/SPY7 有源相控阵雷达要比 AN/SPY1 相控阵雷达的天线尺寸更大，所以全系统重量要比金刚、爱宕、摩耶级驱逐舰所使用的 AN/SPY1 更重。日本设计师在不打破传统的前提下，很难将6米以上阵面的大尺寸 AN/SPY7 系统装在10000吨级水面舰艇上，因此日本不得不进一步放宽了舰宽标准，以获得更好的载体稳定性，从而确保它对远距离目标的探索能力。在垂发系统方面呢，目前日本透露的垂发数量是前64后48，共计是112个垂发单元。不过呢，就从这2万吨的体格来看，后续日本应该还会再增加一些。在武器方面，日本还计划为新舰配备一系列尖端的技术武器，例如标准2、标准3、标准6、12式反舰导弹，还有一个呢没说，但是绝对少不了的 ESSM。其中呢，标准3和标准6分别是用于拦截弹道导弹和飞机的。日本还希望为其配备03式中程防空导弹，用于拦截巡航导弹和反舰导弹。而且由于该舰内部宽敞，日本还可以在后期为其安装激光武器和电磁炮一类高耗能武器和其他相关设备，甚至因此足以拦截高超音速武器。同时呢，日本防卫省还表示，日本计划研究可以远程打击敌导弹发射基地的舰载巡航导弹，该导弹将以12式岸舰导弹为基础，最大射程可以超1000公里，并且可以实现隐身化。此外，日本也希望新的驱逐舰能够配备舰载高超音速武器。目前，美国计划开始为朱姆沃尔特级配备此类武器，而日本的新款大和号也具备容纳较大垂发单元的潜质。目前，日本已经成功测试了超燃冲压发动机，该款发动机可以为导弹提供5马赫的速度，是高超音速武器的核心部件。除此之外呢，在已知的信息中，日本至少已研制出2种超音速巡航导弹和超音速滑翔弹，后者由日本防卫省采购，技术和物流局主导，与三菱重工合作开发，飞行速度约为5马赫，射程为500公里。而超音速巡航导弹项目则机密性很高，三菱重工也参与了研发，只知道其未来的装备对象之一是新宙斯盾舰。不过呢，以上这些武器的设备同样占据相当的面积。考虑到以上种种原因，日本才会打造这款2万吨级的大驱。据估测，其单舰建造成本将可能达到40亿美元。至于该舰的航速如何，目前日本还没有披露。但是我们从这款新型驱逐舰的长宽比来看呢，其速度必定会受到相当的影响，甚至难以有效的长时间跟随舰队。不过，由于这2艘巨舰的主要任务是防空反导，因此其部署区域应该还是以日本附近海域为主。目前，日本最大舰艇呢是满载排水量27000吨的出云级直升机驱逐舰，其次是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而这种新规划的超级神盾舰满载排水量可能是将不亚于出云级。不过，对于该舰的研发，日本也并非上下一心，有不少自卫队的相关人士呢对该舰爆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样的大型驱逐舰和2战时期建造的大和号战列舰一样，虽然大炮巨舰看起来很威武，但是完工后发现已经落伍。这型2万吨级驱逐舰很可能会成为新世纪的大和号。而日本这次的巨舰计划也引发了不少人对于巨型水面舰艇的高度关注。毕竟在近年来，由于高超音速反舰弹道导弹和电磁炮以及激光武器的出现，使得水面舰艇的作战模式可能也会随之改变。想要搭载这些武器，舰艇的吨位就不可避免的要上升。那么这种新时代的超级巨舰能否成为现代海军的主流舰艇，甚至取代原本的海上霸主航母呢？2战期间，日本建造的大和级战列舰无疑是超级巨舰当中的代表，高吨位为它带来了巨大的火力和装甲优势。就战列舰决斗能力来看呢，大和级确实无人可比。但随着时代的改变，在2战过后，战列舰被扫进了历史尘埃。其根本原因就是远程制导武器的发展，让大口径主炮在效率方面彻底落败，其重装甲的作用也明显降低。在发现、锁定、命中这样的精确打击战争模式下，吨位较低的导弹驱逐舰也能完成战列舰的任务。
但是对于巨舰的执念却并没有消失。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提出了武库舰的概念。这种战舰的外观呢，类似于超级游轮，吨位大约在2.5到3万吨之间。它能够携带约500枚各类导弹，在它行动时，只需要少量的侦察专用舰和舰载直升机辅助，就可以通过导弹饱和攻击来完成任务，比航母打击群那一大家子要简单得多。但是后来呢，美军在经过仔细研究后发现，航母的任务适应性是无可取代的。相较于航母，武库舰的功能实在是过于单一了。一旦编队内负责侦察的舰艇被摧毁，那么武库舰本身将很难发挥作用。不过美军呢，却并没有就此放下武库舰的执念。到了2019年，美国海军又提出了多种反舰弹道导弹舰载化的项目，其中一款射程高达1600公里的超级大炮吸引了海军的兴趣。该项目被作为美军高超音速导弹的补充武器而发展。在美军看来呢，高超音速导弹虽然打击能力强，几乎无法拦截，不过毕竟数量有限，而且价格昂贵，一旦使用的话，只能是针对那些战略价值高、防护严密的目标。但是在实际的战场上，要消灭的目标可不仅仅只有这些。对于那些分散部署的次要级目标而言，使用这种高超音速导弹或者巡航导弹打击的效费比很低，简直就是巨大的浪费。这时候，使用与其射程相仿的超级加农炮来清除就成了一个上佳之选。尽管该炮体积很大，但是却能在改装后装进炮塔搭配战舰，进而使得美军舰艇具备超过舰载机作战半径的打击范围。毕竟当年战列舰被淘汰的关键因素呢，就是其打击范围太小了，命中率太低，远不如舰载机适用广泛。而有了射程如此之远的超级大炮，战列舰回归似乎也不是什么问题了。而且在美军最初的计算当中呢，这款超级大炮发射一枚炮弹的价格仅需数十万美元，要比舰载机单次出动成本低得多。后来呢，超级大炮项目被美军下马了，但是现代战舰也依旧有电磁炮和反舰弹道导弹作为选择。这是因为它可以依靠无人机或者卫星等单位进行类似的 A 射 B 导模式来指引其远距离攻击。当然，有优点自然就有缺点。这种超级战舰呢，虽然会因为现代武器的特性而拥有远超以往的攻击能力，但它也会随着武器特性而去提升吨位，并且预留出足够空间去容纳其他设备。这也会导致超级巨舰的制造成本飙升。而且上述这些超级巨舰的武器是以光学、雷达、成像卫星和其他侦察设备为基础的。如果它们遭到破坏，并且无法及时补充，那么巨型战舰的远程武器也将会失效。毕竟，如今制空权决定着制海权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因此，大兵认为，相较于超级巨舰，航母才依旧是那个海战的核心主力。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喜欢本频道的朋友，请点击下方的订阅按钮。我们下期再见。